都是在东南亚这一块，所以他们认的是国民党，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新中国刚建立的话，他对于这个共产党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熟悉啊，因为这个消息的闭塞嘛，没有传过去啊，不知道这个共产党已经建立的这个新中国了，知道？所以说他当时以为这个国民党才是正牌军哈，因为以前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是吧，别人从这个东南亚这边一路往回打回去之后，他就是可能是这个概念啊。所以说他李弥将军虽然说后面他们是残军败将嘛，直接溃逃到了这个缅北之后，受到了这个土司的热情相待啊。因为这个土司是吧，也可以因为这些带枪的可以给他们附送鸦片啊等等啊，是吧？而这个本家的这个杨二小姐，就是当时还小，最开始的时候还小，她是清朝开始，她就在果敢这一片的话，作为华人的土司，这个杨家，据说这个杨家的话，他是实际的这个控制人啊。然后像后面这个什么罗兴汉啊，坤沙，等等后起之秀，后起的这种的话，见到杨二小姐都必须喊一个，都必须喊对方叫老大，这就基因压制啊。别人相当于是就讲的怎么讲，就相当于是比如说清朝的皇帝啊，是吧？到了溥仪，他也还是个皇帝啊，啊，虽然说他这个跑路啦，或者是干嘛，或者说是已经退位啦等等，但是别人是有多少代的嘛，有历史的一个传承啊。事实上呢，后面这个大毒枭啊，世界上成为首个大毒枭的是后面这个叫罗兴汉的，他是国际型的毒枭，罗先生，在他没成名之前，比如说缅北的毒枭啊，像这个李弥将军啊，这个还有这个杨鄂啊等等啊，杨家的什么公子哥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它就相当于是，比如说刚才讲的叫党政军嘛，是吧？军队的一把手和这个党的这一把手，就是比如说杨鄂家族是土司的这个下来的，然后军队的就李米这个，但是别人相当于不是走那种市场经济啊，市场经济到了罗兴汉之后，才类似于往这个国际这种类型的发展啊。我们再看这时光飞逝啊，到了2003年，2003年的时候，这个当时的果敢的大佬已经是换人了，换成这个叫刘国喜的，已经换了一个人。那刘国喜他儿子在结婚的时候大摆宴席，在这个宴席上进来一个老头，其貌不扬，老头留着这个留着这个一板寸发型，两鬓都斑白了，烟不离手，举手投足之间啊，颤颤巍巍的老态，这个老态嘛，没有人认识啊，后生仔都不认识，而这个刘国喜的他认识啊，是吧？他作为这个果敢这边老大，见到了这个老头之后，立正，咔敬礼，让这个主桌，自己就坐到这个底下去了，对老头非常的客气啊。那这个老头呢，他也不在意啊，直接说坐主桌就直接给你坐到主桌上去了。然后刘国喜就满怀自豪的给大家介绍，这是来了，这个是一个贵宾啊，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杨二小姐。然后老领导在座这年轻人先是一愣，哇，这个难道就是40年前叱咤缅北金三角的杨二小姐杨金花吗？啊，这个叫杨国秀还叫那名字忘了，就是杨二小姐吗？然后但是他现在看的就像个老头一样了，因为他是个拉拉嘛，知道吧？板寸头，可能时间发展久了，不知道是不是
那个时候有没有激素啊？有没有雄激素吃多了还是什么？别人即使说不是雄激素，他也要往身上纹一下身是吧？纹的，比如说没有这个胸毛的，他也要给你纹一个脚上没有这个毛的，他也给你纹一个。这就是杨二小姐，她是世袭的，她相当于是果敢的这个土司，就相当最后一任的这个统治者，实际统治者。杨氏政权在这个1950年到1960年之间，就是杨家兄妹啊，其中的哥哥叫做杨正才，妹妹就是叫做杨二，两个实际控制。杨二在这边其实就当着摄政王这个角色，相当于主要实际操作的摄政王，有点像清朝末年的那个摄政王。那这个刘国喜他怎么会不认识呢？是吧？他是30年代出生的，这个就叫基因压制啊。无论当时刘国喜多牛逼，包括后面这个罗兴汉啊、彭家声啊，见到了这个杨二小姐过来都要让座啊，都要给别人介绍一下，这个就是基因压制。虽然说现在他已经无权无势了，是吧？但是基因还在那边。杨二小姐具体生平是出生在1927年啊，好像跟我老婆的爷爷是不是同一个时间出生的？那很早了。她是随身带着这个枪，然后这个是1927年6月24号出生于果敢。他母亲是云南的望族啊，其父亲叫做杨文炳，就是当地的华人土司。杨文炳差不多是第8代吧。杨二小姐她出生的时候呢，就是娇生惯养嘛，是吧？一个宝贝女儿，然后但是从小就表现出这个拉拉的特质啊，不喜欢跟这个女孩玩，也不什么玩炒菜啊，什么扮布娃娃等等啊，这些都就是跟这个缅北的那些男孩混，打架斗殴，从小这样啊。4岁就开始玩枪，他4岁的时候家里面有把枪，突然间砰的一下那个走火了，然后其他的小孩直接都吓得四散，然后杨二他是拿着枪面不改色啊，等他老爸进来之后，杨文炳进来看到怎么回事，谁开的枪？一看居然是自己的小姑娘，他刚要生气，这个小姑娘就把枪放在那边，嗖的一下就跑掉了，然后他爸爸在后面说了一句话，哎呀，这个丫头不得了啊，胆子真大啊，枪声那么大声，居然不哭也不怕，将来不得了。这个老土司对着这个姑娘这个4岁的小孩说了一句，那么杨二小姐她从此就是摸上枪了。这个原生家庭和父辈的这个关注力对于儿童的性格的塑造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吧。时光荏苒是不是叫时光荏苒啊？到1942年的时候，日本入侵的。这个杨二小姐现在已经长到15岁了，亭亭玉立，开始给她找婆家了。现在已经成为了果敢一害啊！15岁的时候端着2把枪，然后带着几十号人，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士兵啊，带着自己几十号人在果敢的地面横行霸道啊！虽然看着是主持正义，看谁不顺眼就把谁给收拾一顿，但是他这个家里面人也很头痛啊，是不是？就是说还是要不给他找一个婆家，直接嫁了算了啊，看看能不能改他的秉性。然后杨文炳他是中国人，是华人啊，在李光耀的回忆录里面就讲，日本在入侵这个东南亚的时候啊，他告诉你说这华人必须得抵抗，就是中国人一定会抗战，这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的政策就是说他会团结本地的一些土著，无论你是马来的还是缅人，日本优选就是给你辅助你们啊。但是在那边称王称霸的基本上都是华人在那边，是吧？所以华人在东南亚跟日本人势不两立。山下奉文将军，像这个梁文炳呢，
他虽然是抗日，但是他打不过啊，他那个三瓜两枣是吧？这个自己的土兵怎么能打得过这个日本呢？打不了。那个山下奉文将军根本跟打这个缅北的这些土司跟切菜似的。杨文炳他就跟着英军退守到了这个印度啊，就寻求复国。然后后面这个2、3年之后，这个远征军练成了之后，又跟着远征军收复了这个缅甸啊，重飞到果敢重新执政。那杨锷他也回来了，他就开着自己的这个吉普车，带着这个武器啊，起名叫欧利尔。这次回来，杨锷小姐也是接受了美军的训练，所以说后面也给她找了一下婆家，然后产生了一个闹剧。刚才讲的这个孔二，这个福中南跟这个孔二小姐后面不是胎死腹中吗？因为这个福中南很贼嘛，是吧？给别人设了一个计，让别人穿着高跟鞋爬山，结果就是没有结果了，把别人给折腾的。那这边这个杨二小姐不一样，她的丈夫也是一个公子哥，叫做木堂。缅北有个地方叫大木堂，大木堂的土司的儿子，就是门当户对啊，姓段啊。段就是金庸小说里面那个，就是刚才讲的一阳指里面的那个姓段的，云南的那边姓段的应该还算是比较出名嘛，就是大理吧，是吧？就大理的后面的，就相当于这个唐太宗李世民是吧？中国姓李的也比较多嘛，一样的。他就是属于那边的大木坛的一个段家土司的，作为他的老公，但是杨二小姐她其实，他们两个就是相当于结婚之后了，然后也生了一个小孩，但是生完小孩之后呢，这个杨二小姐就相当于感觉自己完成了历史使命了，完成了这个传承的这个使命之后就不想跟他在一起了，但是不想跟他在一起嘛，然后将就着过着，但是又不准别人出去纳妾，后面搞得，因为他一讲话他就直接2把枪就掏出来了，然后就是相当于是家里面的河东狮吼，哎没办法是吧？然后他像这个事情他又不好跟那个家里面的人讲是吧？感觉估计可能也丢脸了，那也没办法，那就这样就是将就了10年时间。10年之后，这个李弥将军败退啊，李弥飘了嘛。他当时想当这个缅北王，后面不是，缅北就是去联合国告状，然后给这个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他就没办法，就把这个李弥给他招回来，然后李弥一走了，国民党那边还剩下一部分的军队啊，就是他也不走，他当时就说可以让他们去台湾，选择去台湾。但是有一些军队他不走，后面就退到了这个泰国，这个美勒什么东西啊，美勒斯特还是什么，到了那个地方，扎根了。现在还有啊，现在那边还有这个以前国民党的一些旧部，就是在泰国那边拿到了泰国那边，相当于被别人收留了。他为什么要收留他呢？因为当时泰国那边也深受这个缅北这边的这个困扰，然后又打不过是吧？就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嘛，然后缅北这边又是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新中国之后，这个共产党他肯定也向周边就是这个相当于有一定的那个统治势力是吧？这个缅北这边就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然后那边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国民党的残部啊，两边就是泰国就比较鸡贼啊，就相当于用这个国民党这个残部来对抗啊，只要你能够顶得住这个缅北这边的就是这个缅甸这边的这个骚扰啊，我给你发这个护照哈，所以说这是后面的事情呢。这不是今天主要讲的，今天讲的主要是讲这个杨二小姐的这个故事。
人家当时他都没人敢去啊，没人敢去称王称霸，后面就是相当于没人挑得起这个大梁嘛，所以说杨二小姐后面她后面她自己的儿子是叫什么？叫做段吉普啊，她刚不嫁给姓段的公子嘛，吉普就吉普车的吉普，因为她当时生孩子还是干嘛，可能就是就逃到了跟这个他父亲啊还是什么的，但是看过不是有一段时间就相当于逃到了这个另外一边嘛，印度还是哪里，但是他开着这个吉普车嘛，就觉得这个车很好很牛啊，这个开上开下非常牛，但是后面他自己呢也是倒霉在这上面去了，知道？后面他儿子觉得太丢脸了，到后面不是也是到了清迈之后，现在应该是退休了，他儿子后面改了个名字叫吉普，普就是占卜的那个卜，改了个名字，段吉普。刚才讲的嘛，后面这个杨二的话，是吧？他的父亲本来想交接权力，结果他家里面没人敢接这个大梁嘛，后面他自己回去召集旧部，等这个李弥这个长部走了之后，他召集旧部跟这个缅北还在跟这个缅北的这个军阀啦什么这还在干嘛，还在干啊。当时的土司制度深入人心，所以说这个杨二小姐她还是拉得起这个队伍，拉得起成为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大土司，跟缅北拉了上千号人啊，跟这个缅北的军阀继续干，他自己可以种那些鸦片啊，是吧？当时这个最高兴的不是这个果敢的人民，当然他也给这个果敢带来了和平，带来了收入，他不是可以种鸦片嘛，是吧？然后果敢的人，对他也感觉也还行哈，最高兴的是谁呢？最高兴的是那个段公子，就是这个杨二的老公啊，是吧？当时讲他10年时间，自己又不能，又不想跟他一起，生活是吧？不起这个男女之事嘛，然后又不那个，然后又不让他段公子去招小妾，现在他走了好了，自己他回老家继续去当他那个土司，当土司就是相当于这个，当老大了，现在他是解放了，然后一下子就娶了2个小妾，然后等到后面这个杨二小姐听说了之后，哈哈大笑啊！你看还是我厉害吧？当时我在这个段家的时候，他啥都不敢整是吧？等我一走了之后，他就落了2个小妾了。然后这是这个杨二小姐她自己多年之后的回忆啊，讲的这个事情。再往后呢，其实这个杨二小姐她也是很风流啊，她也有相当于是拉拉嘛，所以说她应该也有很多的那个女的，是吧？也有很多女的，然后其中就有人怀疑她跟这个罗兴汉是不是有一腿。罗兴汉是他家的类似于是财务总管啊，就是管钱管这些这个后勤事务啊等等一个。当时这个香港的有一些这个专门的一些这个书啊，上面还讲了这个杨二小姐跟这个罗兴汉，就是编造这个花边新闻，不是香港最喜欢这些狗仔队啊这些东西最喜欢弄的这个，然后有人就问这个60、70年代的时候，他不说这个事啊，问这个杨二小姐是否真的跟这个罗兴汉有一腿，然后他比较封建嘛，当时他们也就不说这个事，就是没有扯到这边。等到后面到21世纪的时候，大家都快挂了，这个杨二小姐也差不多70多岁70岁了，还是多少岁了，反正人都快死了。她就说她自己不喜欢，自己说自己不喜欢男人，是吧？因为她是拉拉嘛，是吧？然后的话，尤其是虽然说这个尤其是她自己的老公，她自己讲。她老公会文化嘛，会写一些字是吧？那杨二小姐呢，她自己不会写字，没有什么文化。然后那个罗兴汉他不是说他不是罗兴汉，他说更爷们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后面我们再讲哈。这个罗兴汉是谁呢？罗兴汉后面的那个相当于是缅北的教父啊，就是相当于把这个贩毒的这个搞成国际化的那种真正的市场经济的那种
走向国际的这种的民间教父啊，应该说民间教父啊。罗兴汉他的老婆叫张小婉，是中国耿马县人啊，那是吧？就是他相当罗兴汉他是管着这个财政部长啊，就是相当于管着这个杨二小姐家的钱嘛。后面罗兴汉跟这个杨二小姐在仰光见面的时候，罗兴汉还会给这个杨二小姐一些钱啊，因为怕她没钱花嘛。罗兴汉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帅的，而且是吧？而且也是很帅，而且替这个杨二小姐家就相当于当这个财政部长，就是管家嘛，然后又给他卖命是吧？没有关系估计也不太可能，但是关系可能就比较浅啊，因为这个毕竟他这个是个拉拉是吧？杨二小姐是个拉拉。到了2010年之后，这个杨二小姐都到了80多岁了，而且这个罗兴汉都已经去世了。罗兴汉的话应该是，罗兴汉是2010几年没了还是怎么回事啊？反正没了。这相当于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不太懂了。我们在讲哈，就是当时在这个，1963年8月18号，杨二小姐开废的途中被这个缅军的这个政府，当时的叫做赖温将军啊，用这个铁网的手段收复了缅北全境，相当于是设了一个计啊，鸿门宴啊，就是让这个杨二小姐去，然后杨二小姐去了之后就被他关注了，最终就经过了5年这个铁窗生涯。到了1968年，1968年相当于是缅共的时代了，就是缅甸他那边也有这个缅甸自己的那个共产党嘛，所以说杨二小姐她从监狱放出来之后，觉得打打杀杀也没劲了，后面就干脆就打道回府啊，就回到这个仰光，就回到城里面去生活了，没有再到那个果敢了，这就是缅北的那些是吧？退出了历史舞台。从1960年到去世到2017年，将近50年的时间里面，这个50年6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杨金秀他活了90岁啊，他是1927年出生，2017年去世，活了90岁，长达这个后面的从1968年相当于是退休啊，就不问这个不再奋江湖了，默默无闻。他的前半生30年啊，大差这个叫叱咤风云啊，是这个金三角一个传奇的人物啊，不仅仅是在这个生意场上，还有在这个战场上这个无情的杀戮啊等等啊，而且对这个女性的他这不满就比较早，就相当于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的比如说你现在会觉得好像很普通了，但是你想一下那个年代是吧？就是女的活成男人的样子是吧？也算是就是相当于现在这种超前了。但是他后面的真正的到了后面，不再奋江湖，不再奋社会之后，就是纯净的像个白纸，基本上都默默无闻，基本上没有这个没有讲这些东西了。讲的这个杨二，我们就引出了这个民间教父啊，罗兴汉。罗兴汉这个到后面可能大佬王后面再讲啊，他为什么第一代的教父是李米，然后是军方的嘛，承上启下，第二代就是半男半女的，就是杨二是吧？1.5代的教父，到了第3代真正的教父就应该是叫罗兴汉了，民间崛起的教父。1960年开始，李米撤退，缅军政府推又推不动，所以说到了真空才出现了这个民间势力的崛起。作为第一代的
民间型的教父，这个罗兴汉他是出生太晚，如果罗兴汉他如果出生早点的话，他绝对会成为李米政府里面的要员，就是因为他10几岁就开始闯江湖啊。李敏的当时这个李米的这兵力已经从盛极开始走衰了，后面到开始往后撤退了。李米已经要去台湾了，当时段希文呢也带了一支军队，段希文就是刚刚讲的跟这个李米是配合的，然后到了缅北的到了泰国那边成了残军，去了泰国的美斯乐那边去的。在乱世的话，一般你就记住啊，要么就是投军啊，你不投军，你也要投一个这个投光也行啊。看一下这个黄墨，这个汉末这个黄巾是吧？起义里面的有识之士啊，比如说这个关羽啊，就要投刘备啊、张飞啊，准备都是去投军的。咱们再不济的话，也就投个官嘛，是吧？谁敢在果敢算得上官，那当然是土司这个杨家了。所以说这个罗兴汉他就投奔了这个杨家。